为何政府停摆？消息利好，行情仍旧一泻千里。难道熊市已然来临？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避险？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美国政府终于开门了，在经历历史最长40天停摆之后呢，川普签署了拨款法案，正式僵局算是暂时解除了。但坏消息是，美国12月份继续降息的概率呢下降了，这个概率一路下跌了50%以下，现在呢又反弹上来一点点。那在这样的消息推动下，比特币再次跌破了10万美金的大关，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二次跌破10万美金了。不过这一次不一样的是，跌破10万美金爆仓的就24小时爆仓额仅有 6.6 亿。你要知道，双十爆仓的时候呢，市场可是爆了190亿，就连上周的暴跌的话也是跌掉了 19.3 亿。那如今跌破10万，居然只爆了 6.6 亿，为什么爆仓的金额相差如此悬殊呢？这里面可能会隐藏一个重要的信号，各位观众一定要认真听哦。那就是可能大底，也就是说底部离我们不远了。根本原因呢是市场上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双十暴跌是币圈史诗级别的暴跌，也是历史上爆仓量最大的一次暴跌，它清理了市场当中的过度杠杆。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交易所未平仓合约，也就是它持仓。那它从10月份的分值940亿，那很可能在这里呢大家看不出来，我们页面下拉，这边940亿。跌到现在的话，仅剩下665亿左右。那33%的杠杆的话，已经被彻底清理干净了。所以说这一次下跌呢，已经不再是杠杆爆仓驱动的恐慌性下跌，而是现货持有者的主动抛售。那这种模式呢，在历史上还是比较反复出现的，而且几乎每次出现都预示着底部可能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 K 线图，在20年3月份的时候，3月2也是黑天鹅事件，单日暴跌了51%，触发了大规模的杠杆爆仓，市场杠杆被清算。之后4月份呢，也来了一次再次探底跌到6400更深的位置。这一次的下跌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底部。那比特币在这个底部形成之后呢，迎来了一波非常史诗级别的牛市那最高冲到了69000美金，一口气涨了14倍那同样的事件发生在2018年的熊市底部。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从2月份和3月份，比特币呢从最高点2万美金一路下跌至6000美金，市场就期货市场大规模爆仓，但是呢很快又反弹起来了。不过半年之后呢，它再次跌破了6000美金的支撑，一口气落在了3100美金左右。但是这一次的跌幅呢，清算量已经大幅减少。那现在再来看3100这一个美金，也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底部了。这个底部之后呢，开启了19年到21年的超级牛市。所以说，在去杠杆之后的二次探底呢，往往是一个底部的模式。根据历史统计，这种去杠杆二次探底的成功率高达 75% 到 80%。那二次探底的时机呢，往往发生在第一次大规模爆仓之后的1到3个月之内。那这种当前的情况和我们对照历史的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历史规律再次应验呢，我们现在可能会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投资机会的窗口期。不过还是要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虽然历史模式成功率比较高，但是市场永远存在不确定性，还是要敬畏市场。其次呢，就是底部的确认，可能还需要数周的时间来验证这一个判断。大家呢在这个期间也不要操之过急，能不操作就不操作，尽量观望的状态。第三呢，就是所有的数据的话都是变动的，还是要持续关注以下几个数据。就是第一的话，就是未平仓的合约数，也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一张图表。然后第二呢，就是 ETF 的资金流上。那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指标平台可以看出最近的 ETF 还整体都是以流出为主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微策略的一个卖出情况。我们再看上比特币的 K 线图那这里呢，我引用到了 MA 均线，大家也可以用 EMA 均线。那这里要用到的就是50日均线和100日的均线。你可以在 EMA 当中进行设置我是把20和200这个对应的天数隐藏掉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50日的均线是用白色来代替，那么100的话是用蓝色线来代替。过往它来到这个死亡交叉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处在比较低位的位置那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只要出现交叉的话，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位的。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每次交叉的时候呢，都是相对来说位于底部的位置。那比如说之前比特币跌到49000的时候呢，它在随后进行到了一个交叉，包括在这个之前呢也出现了交叉，然后迎来了一波不错的拉升，然后直到这里它也是出现了一个交叉，也是位于
相对来说是底部的状态，那随后呢也是迎来一波拉升。我要说这么多的原因是在于它现在呢又出现交叉了，那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那会不会也跟我们之前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呢落在一个相对来说低位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在视频刚开始提到了那个底部的位置呢？那所以呢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去验证我们这个猜想是不是正确的。另外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当我们将 EMA 的均线设置一下，只勾选到50日和200日，然后呢它就会对应出现这两个线条。那我刚刚说了，白色的话是代表50日，然后这个深蓝色的话是代表着200日。你会发现它只要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啊，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底部也就这个位置上，那它已经基本上是重叠了嘛，对吧？然后呢就会迎来一波不错的拉升。那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它这两根线已经快是接近了，那会不会预示着它就是一个底部呢？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所以值得去等待数周的时间，然后去判断我们是否是正确的。另外还有个决策显得非常重要啊，包括我和各位观众也可能对 QT 或者 QE 经常听到，但是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一句话就给你概括清楚啊。首先 QE 的话就是美联储往市场注水让钱变多，那 QT 的话就是美联储抽水让钱变少。那你想象一下，就市场就是一个大的鱼缸， QE 的话就是往里面加水， QT 的话是把水抽掉。那水越深的话资产就会越浮，水越少的话资产就会下沉。如果美联储重启 QE 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经济差，市场缺钱的时候呢，美联储会做一件事情，用钱去买美国国债、MBS 房贷证券。如果他一买的话，市场的资金其实就变多了，因为商业银行拿到钱，借贷会变得更容易，股票、房地产、加密都会涨。换句话说 QE 的话就是在给市场打钱。那你可以看到过去10几年，2010年的 QE， 2020年疫情的 QE， 每一次 QE 的话股票暴涨，加密货币行情也是爆炸式的增长，都是因为水太多了。QT 的话就是反过来啊，那22年、23年比特币大跌，最典型的就是抢 QT 的周期啊。那如果一旦产生 QT 的话，流动性就会枯竭，高风险资产就优先死。那这就是为什么对币圈影响最大的，因为加密货币资产本质上就是最高风险、最依赖流动性的资产。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 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
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